我们刚刚说了这一节回来要来聊聊美中之间现在怎么样的一个对垒啊？原因是因为先前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讲了，拜登政府呢是不是真的发现了中方要在古巴这边设监听设施？我们还记得第一时间科比他们的白宫国安顾问出来讲的是什么？是这个报道不准确。可是现在呢，在福斯这边的报道是说，有一个白宫官员讲，基本上啦，中国窃听这件事情不是新鲜事，是持续性的问题，还说。不要说古巴嘞，先前呢在大西洋、拉美、中东、中亚、非洲、印太，我看起来是几乎整颗地球了啦，都有要设立搜集情报的设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方如何来做？真的要如何反制，或者是你们现在一直以来是怎么样来做反制的？基本上现在呢，美方跟欧洲到底有没有合在一起，大家也很在意原因是因为如果呢他真的想要多做一些事情的话。目前以美国来说，还蛮需要欧洲的。那欧洲呢？欧洲现在他们自己的讲法是，我们该结束天真的看法了。他们的讲法是这样，这是外交政策所做出来的文章，讲说呢，基本上他们看到的就是，其实欧洲人有很多的公民，特别是退役的这些军人，或者是这些。航空飞行员有可能会去帮忙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你们的这些飞行员点出，德国是不是会把北约的战术，不是叫他飞而已，把战术通通都传给他？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必须要正视这件事情，要立法，要管控哦。毕竟现在整个欧盟的态度是什么？来看到这一位冯德莱恩，秘书长他们讲法是说，我们是应该要对大陆去风险。好，可是这个 de-risking 这样的说法跟美国很像，所以呢，在欧盟内部基本上是有些受阻碍的。他们的强调就是，我们不是美国，我们没有必要跟美国一样。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模仿美国呢？我们是欧洲啊，欧洲是欧洲，美国是美国，我们不要跟人家混为一谈。好，毕竟现在美国是跟中国对着打嘛，那我们还有很多人在那边有生意有工作的啊，我们是不是？不要加入他们一起玩，我们走自己的路，可以吗？民调上面，《泰晤士报》的民调更显示了，欧洲人没有想要跟美国站在一起，62%的欧洲人认为，在台湾问题明确点出来，爆发冲突的时候呢，欧洲人应该要保持中立，甚至74%的人认为，欧洲不能总是在安全问题上头依赖美国，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独立出来。而这个塞尔维亚呢，它其实也算欧洲，好，可是问题是现在呢，它是跟中方好一些些。那他现在跟中国要开始自贸第1轮的谈判已经结束之后，希望呢后续可以更快的在自贸谈判上头完成所有的程序。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需要请中方帮他们协助发挥国际影响力，他们内部有科索沃的问题，而目前呢也还有经济上面等等的问题。塞尔维亚的副总理就直接讲了，现在的中塞关系在塞尔维亚看来，希望可以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树立榜样，因为包括了国防，包括了经济，包括了很多外交上面，他们都希望能够有更多跟中方之间的合作或者是协助。那你就会想问了，所以呢，现在亚太整个世界的范围，欧洲、亚太、美国，我们是该分开来看，还是应该合在一起看呢？因为北约现在在7月的时候峰会，除了说确定让乌国加入流程之外，乌克兰这边呢，他们还特别讲了，说获准加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呢，连加拿大总理现在都来挺俄了，那大家会在这一场战继续。这个聊落去，继续呢，在前线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或者是大家希望可以停火，可以稍稍缓一下。中国在乌战这边，其实呢，现在持续的希望能够有一些的影响力，有一些的力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方北约现在是希望在印太这边有更多的力量。先前讲了北约是不是有东兴办事处？马克宏那个时候不是说他反对吗？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在北大西洋就好了，不要跑到印太来。结果现在大家有点跌破眼镜的是，美国也反对耶，坎贝尔也讲说，这个是非正式的啦，偶然性的参与，不是常态性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呢？专家解析说，是因为啦，不是顾忌什么东南亚啊，其他的盟友，纯粹就是如果真的把北约 Plus
加的这些人加进北约里头的话，担心会让中方跟俄罗斯有更紧密的合作。而无独有偶的印度，他也不想要接受美国的邀请加入北约 Plus， 他的讲法是不愿意成为美国人他们的小跟班，而且呢，他们还讲，如果真的加入他们合作的话，会付出真正的代价，这不适合印度的国际观，这是美国人的国际观。回过头来请教一下接大使，怎么样来看，到底拜登政府有没有真的有实证的证据，中方在古巴这边有设窃听设施呢？这个讲法怎么好像每一天都在滚动，在改变？其实美国现在国家目标非常清楚了啊，美国这个整个机制运作的方式啊，第一个它很重视这个目标设定，它现在目标设定以后，它其他都是一些配套措施，就是来达成这些目标的各种不同方面的这种作为跟努力啊，所以你现在看很多作为的话，都是美国这个以中国大陆抑制中国大陆这个崛起的一个所有的作为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的，那么就是这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那所以你比如说说古巴有问题啊，这些问题啊，那种会层出不穷啊。前一阵每一阵都传，前一阵就说中国在这个是不是吉里巴斯哪里要设置军港，在前一阵子又说在柬埔寨已经军港已经租借给中国大陆了，然后呢现在又如何这些就是每一阵子都有。那这个新闻事实上是 Wall Street Journal 传出来的，可是最有趣的就是拜登政府他否认了，他说他是没有经过查证的，不准确。对，所以事实上的话，我觉得美国政府部门也是相当复杂。他一个总目标设定以后，大家都在怎么样往那个目标怎么讲呢？他想要去做某些贡献，那这个包括真正的实际战线、经贸的战线、宣传的战线，各种宣传、各种战线都在打，所以都是对中国大陆不利的。那这个宣传战线，这次古巴的，我认为就是一定有单位他在幕后在策动，可是呢，那么并没有办法造成很大的，这个因为它的可信度不高，因为你真的要说侧听监听你靠这种方式在古巴设一个这种监听站到底有多大的一种功效？而且呢，如果大张旗鼓的话，那美国会查不出来吗？美国这个人造卫星这么厉害的，会查不出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整个的就是文攻武吓的一种文宣方面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攻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美国一个大战略就是说要把北约跟美国其他地方的盟友结合在一起。北约是欧洲为主的啦，那他现在很明确的就是想把日本、韩国拉进来，那甚至把印度拉进来，所以基本上就形成一个全球的统一战线来针对中国进行大包围。那当然就是说把美国现有的各种盟邦体系，他就给他怎么样整个连接起来。可是这个显现出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一些盟邦体系双边的还比较容易美国还比较容易掌控。这种多边的机制里面各国的利益不一现在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北约，像这个北约里面欧洲的老大，应该是欧洲里面最强国。因为为什么最强国我不讲德国呢？因为德国到现在被美军占领有差不多3万美军几十个军事基地6000。对，所以德国基本上不算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可是法国境内没有任何一个美军进驻，欧洲国家里面少有的，没有一个美军在法国。另外一方面呢，法国的整个的武器系统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核子武力，所以法国是有它的发言权，他就明确反对他反对你在东京设立，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反对北约被美国牵着鼻子跑，那么也就变成就像印度一样，不愿成为北约的那个一员，变成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那美国考量的不是印度的利益，也不是欧洲国家，他考量的都是什么利益？都是考量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现在拉着大家一起来围堵中国来对中国施压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各国的现在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让美国反而把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那他有太多的这种要求这种手伸得太长可是呢鞭长莫及，或者别人都不配合的时候对美国来讲
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各方的一种信心对美国信任的一种挑战，也是美国的危机啊。是，那要请教副司令怎么样来看？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北约说要在东京办事处这件事情就夭折了。而且我们其实这次比较讶异的是，美国现在他也说，哎呦，我同样不赞成。这跟我们原本想象不一样哦，原来他们是怕中国跟俄罗斯太快在一起。对，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在欧洲想要去贩卖这个中国威胁论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大家都要吃饭，吃饭这就是经济。一切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回到经济面，因为大家都要看经济。那个去年2022年，中国大陆跟欧洲的贸易8500亿美元，双方8500亿。美国跟全欧洲的贸易9000亿美元，大概旗鼓相当了。8500亿美元跟9000亿大概差不多了。大家都要吃饭，都要市场，要市场。那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好市场，而且中国大陆一直在增速，美国一直在停滞。我们到去年的时候，因为俄乌战争。整个欧洲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到12%，大家受不了，因为能源的问题。结果大家很知道，在法国还有罢工事件，放火在那边烧，这个黄夹克事件都是这个此起彼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大家再回到经济面。那现在中国大陆跟欧洲去年双方彼此的互相投资，就是你投资我，我投资你，在2022年2300亿美元。大家你看看，你这样子，大家都你到我这边设厂，我到你那边设厂。你有我，我有你，你大家融在一块。大家回到经济面，我们看到今年法国总统马克宏到中国大陆推销，中国大陆马上买了这个160架，加上总量是290架空中巴士。你看看这个那么大的订单，拿人手短嘛，吃人嘴软。那你现在要去贩卖这个中国威胁论，效果会不会有限？大家会回到经济面来考量。那回到经济面考量之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想要在亚洲设立，它会有重重障碍，不是大家拍板定案，大家会考虑到中国大陆立场，中国大陆马上跟你交涉，你要不要做生意？空中巴士吧，空中巴士在全世界，空中巴士我们知道是法国，但是它全世界的生产线又在德国还有法国为主体，9条生产线有2条生产线是在中国大陆，你看看就知道了。那现在的话，最受到威胁什么？是美国的波音公司。大家会回到经济面，很多事情都回到经济面来探讨。那经济面会怎么样？那现在看到这边，刚才主持人有讲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它是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它是个内陆国家，没有海军，但是它不是欧盟，它不是欧盟的会员国，它也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个孤儿，但是周边都是8个国家围绕着它，它现在要做生意，它现在的国民所得，它虽然人口只有700多万人口，但是它的国民所得收入很低的，只有9000，每一年的 GDP 只有9500块美金呢。他现在要起飞要做生意，那做生意跟谁？那又跟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挺他，在生意他们要签自贸协定、自由贸易协定，跟塞尔维亚要跟中国大陆签。但塞尔维亚我们知道这个小国家，去年2022年塞尔维亚跟中国大陆之间贸易只有35亿美元，因为他们是小国嘛。但是他现在需要的是钱跟市场，那跟中国大陆关系就弄清楚了，因为他在欧洲做生意蛮困难的，但是跟中国大陆做生意还蛮方便的。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欧亚大铁路现在换句话说，它可以从陆路上都运输了，所以整个跟欧洲之间的贸易只会越来越活络。去年2022年，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成长2%多。那还有的就是说，这个彼此投资的这种增速已经到了20%，是都在增加。那增加是个指标，表示经济上的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是，来彬哥，我觉得这个。间谍问题，美国每隔一阵就会吵一次。可是我这次看到这个消息来源，我听到一句话，我就不想相信。因为他说，为了要在古巴建立这个间谍基地，中国大陆每年要给古巴几十亿美金。对，你相信这种事情吗？几十亿美金，开什么玩笑？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个鬼扯的东西。中国大陆会不会想在全世界各地想办法去收集情报？我认为会，他只要他有能力有办法，一定做得到。但是光是古巴一个地方花几十亿美金，你以为中国到底有多少钱啊？你这真的在鬼扯。但是中国大陆收取情报能力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敢确定。可是我敢确定一个，就是唯一能够在全世界各个范围都能收集情报，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美国。全世界间谍活动进行最多的就是美国人。那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也很奇怪，你要指控别人，你就拿出证据来，用这种隐隐约约、闪闪烁烁，一下承认一下否认，到底在干嘛？其实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美国最近跟古巴关系才刚刚变好，他们又开放了对美国人到古巴的旅游限制，所以他们关系正在转好之际，你现在突然之间又指控古巴跟中国大陆
合谋在搞你美国，那不是又让两边关系变坏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这种状况。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笑的。那至于欧洲这一块呢，欧洲本来就有自己的利益。讲实在话啦，那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这些国家因为美国的强大，然后美国负担了冷战时期的这个时候整个的防卫，然后欧洲这些国家就偷懒嘛，你那个防卫都交给你美国就好，我们自己来做生意赚钱就可以了。那现在本来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应该要重新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应该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因为美国永远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为什么要为你欧盟的利益呢？所以我觉得欧洲人是应该觉醒的，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那可是呢，他们说北约峰会，这个乌克兰的副防长说加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对，真的，你确定哦？大家不要忘记哦，北约的会员成员国，假设一旦加入的话，一国遭受攻击即视同全体会员国遭受攻击哦，所以必定要做出反击哦。那乌克兰现在正在跟俄罗斯打仗，那北约让乌克兰加入，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表示整个北约要跟俄罗斯宣战哦。会发生这种事吗？我非常期待，赶快做，赶快让乌克兰加入，拜托，我想看看，我们人类还没机会看到第3次世界大战，就让我看一次哦。就是其实当然啦，现在还在打仗当中。那如果真的是回到北约原本的组织、他们的规章的话，确实刚刚彬哥讲的，也就是大家之前一直在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北约他还没有办法让乌克兰进去？大家都知道问题在这，那所以现在是玩真的了吗？我们先进广告。好，欢迎回来哈！在这2天美中之间的消息，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就会发现新闻很多都在告诉你，布林肯即将要去中国了。只是这时间点到底是什么时候？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个星期，有的说18号，或者是这个月底都有。但是现在大家就要问，那他真的去得成吗？为什么现在还打一个问号？因为大家雾里看花嘛，大家发现了至少有4项问题会卡在他去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给中方一个说法？包括什么？包括了现在好像又要军援台湾了，还有呢，对于中国在台海行动的指控，对于中国乌克兰战争里头说中方支持俄罗斯，还有的就是美国你不跟加拿大一起指控中国的军舰直接横切你的航道，导致差点撞在一起吗？这一些呢，说都有可能是布林肯这一次要去中国访问之前没有办法先处理好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 bumper 的。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要去？因为中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些正面的回应嘛，所以大家就开始在问啦，会不会又跟前几次一样，一直说要去，但是只闻楼梯响呢？而现在呢，在网络上头，大家开始热议的是什么？是美中之间是不是真的已经从政府到民间，甚至到现在教育圈都会出现一些壁垒分明的状况，像是呢最新讨论这个18岁的华裔高中生，他的 SAT 呢考了将近满分哦，1600，他考了1590分，很厉害啊哈，他叫张望。结果呢，他现在去申请大学，6家名校，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麻省理工，包括了加州理工，包括了普林斯顿、Harvard， 还有卡内基梅隆等等，怎么全部都拒绝他？他的数学考的是满分哎，大家开始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张望他自己讲了，他说之前老师跟同学都有告诉我，作为亚裔美国人要进这些名校会难一点，他当时没有在意，但他现在没有想到，即便说他是接近满分的成绩，数学是满分的，他没有办法申请到这些学校。当然有些人会讲啦，说现在大学他们在看美国大学在看你的这些收学生的时候，也许他们也会重视你一些课外的活动等等等，但是这某些层面也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在美国社会里头，现在看华人、华裔、中国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呢，美中关系确实我们看到各种方方面面是持续在恶化当中的。金融时报的讲法就是，现在就连微软呢，他们都开始要把这些顶尖的 AI 专家给撤离中国，但是呢，
又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拉回来的话，他可怎么做？他们总部在北京的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呢，他们是开始把这些顶尖的专家先从北京调往加拿大温哥华去那边办签证啦。那这个叫做温哥华计划，说呢这个就是阻止美中关系真的突然之间完全断掉的时候，然后这些人他们担心被中国的科技集团给挖角，所以呢是另一种的防御手段，而两边真的开始抢人才，也看到一些指标性的人物，包括了谢小亮还有孙立成，这两位都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好，特别是谢小亮，他是蛮有名，美国哈佛大学引进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终身教授。好，同时呢，他也曾经获得国际间这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是这个奖项第一位华人获得者。同时，他也获得了美国化学会的德拜奖。好，可是这么响亮的一位人物，他现在呢是放弃了美国籍，他本来是这个外国籍的中科院院士，现在呢就放弃美国籍，回到中国担任中科院院士。那大家就要问，所以现在在科技圈，在生技圈，在科学圈，真的都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吗？一个数字统计，港媒的报道说，至少有1400名的华裔科学家已经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原因是因为现在在那边做研究，或者是在那边做一些共同研究，很容易被调查，很容易造成寒蝉效应，所以他们现在决定回到中国。好，目前呢，美中双方到底在科技战上面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现在说呢，有44项的关键新兴技术，美大陆这边呢，至少有37项是占全球第一的。这当中呢，就包含了国防啊、太空啊、机器人等等。好，可问题是，必须要知道这个项目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能源车是几乎中方已经来到了世界排名第1的一个状态了，而且呢，又有一个本土车厂超越特斯拉，这个是广汽，它的埃尔汽车厂呢说已经超越特斯拉，变成了第3名，而广汽集团的董事长呢则直接讲了，说看特斯拉，你也不看看，今年速度掉价，这什么意思呢？他讲法说，价格战打来打去，想找死的企业就是得早点降价，是不是在酸人家说都没有进步，都没有办法来进到一个比较正循环的状态，只能打价格战呢？其实确实啦，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进入了淘汰赛的阶段了。当然，特斯拉他们自己也有发现，美国也知道，所以才会先前有很多的包括了汽车啊，或者是能源车等等的补贴这些项目嘛。那到目前为止呢，在美国现在也开始希望能够打规格战了，包括通用，包括福特，他们说充电规格都要加入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那希望就是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或者是把这个规格市场给拿回来。回过头来请教介大使，怎么样来看布林肯到底能不能去中国？现在大家说他还有4个问题得解决。我觉得不管最后布林肯能不能去，中国大陆对他的信任度应该是0。那如果会让他去的话，就是说表面上给他一个面子。可是呢，我觉得大概不会相信他讲的任何话，那基本上就是外交上的心里如意而已了啦。如果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中国大陆还相信美国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大陆的承诺的话，那我也得怀疑中国大陆是不是有真正从各种方面跟美国的交往里面吸收到一些真正的实证的经验嘛。对，美国现在摆明了就是嘴巴上说好的，可是实际上做是步步紧逼，一点都不会停的。对，我觉得美国这种机器动起来它基本上就是往前冲的。那他就是说他要跟你开战虽然不是军事的可是各方面基本上是不会变的。比如说我们讲孙小雅到台湾来面试3个候选人，高调过去美国 AIT 从来不做这种事那为什么现在开始这样做呢？对，所以这个行为的改变跟嘴巴上讲的话，事实上美国是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大家都连我们在台湾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那所以见面的话只能说对，能做什么呢？即使有所承诺的话，他能不能真正信守？那中国大陆我想应该也很清楚了。不过现在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些华裔的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有就是说专业的今天讲的是学者，
还有就是在美国第一线的这些负责重要职务的这些华裔的，不管是主管啊，还有这些工程师啊，其实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当美国开始以某一个国家为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国家在美国的移民就会受到怀疑。这个美国以前怀疑这个德裔的移民也是一样的，就是1次大战、2次大战的时候都是一样，如出一辙。那就是说，这个情况现在我觉得只会恶化。所以你说有1400个中国大陆的学者回中国大陆哈，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但发觉自己的工作环境变坏啊，而且有可能会陷入一些官司。因为这个官司非常的多，前几年就好几个官司，原因就是说他跟中国大陆有一些合作的项目，因为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当然他在中国大陆关系很好，他今天在美国的顶尖学校，当然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学术机关有合作，可是因为这样子合作惹致官司的已经好多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中国大陆这些学者也好回流到中国大陆应该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也显现美国政府也不在乎，美国政府是以他自己内部的安全保防为第一的，所以他怀疑这个族群的话，这个族群是不是会离1400个、2800个美国也不在乎的。好，那请教这个司令怎么看？对，我们知道这布林肯的大陆之行呢，有见面总比没见面好，但是效果有限。我认为不能过度乐观，因为这个他们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呢，他们美国是一直要永远当老大，然后中国大陆不要美国永远当老大，你这样子永远都不拢了嘛。一个是永远当老大，一个是永远不要你永远当老大，你就要争嘛。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是多领域的结构性对抗。你这个多领域结构性对抗，你就没办法化解了。刚刚讲那个4个，那都是军事方面，怎么军援台湾，还有在台湾的这些这个在南海的这些动作，还有拦截的这些动作，那只是军事领域。那其他在经济面，我们知道在经济面的经济战嘛，很清楚嘛，两个之间的贸易，那个中国大陆虽然是持有那么多的美国的外汇存底，但是它也在抛售美债啊，这个也是经济战一环，也是金融战之一呢。然后我们讲到了，也讲到贸易战。对中国大陆输到美国的3500亿美元的产品课税，就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到的贸易战就来了。你这个一直此来彼往嘛，那变成这个状况嘛。还有金融战，去美元化，这很清楚的啊。那去美元化，这个金砖5国就要去美元化。那中国大陆跟向俄罗斯买的这个石油跟天然气，通常是以人民币来结算，跟用卢布来结算啊，是这个样子啊。换句话说，这个也是去美元化，去美元化就是金融战。你看那么多经济战、金融战、科技战，还有外交战。外交战的话，我们很清楚为什么这地缘政大洋洲还有非洲，中国大陆的影响力都过去了嘛。那这个是外交。你看看在中东，在死对头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中国把他们揪在一起，你们两个复交，你们两个互相开放大使馆，美国撮合不了，中国大陆我来撮合。一撮合完毕之后，这个叙利亚跟沙烏地阿拉伯也撮合了，那也门也搞定了，变成这样子，它整个区域这边中国大陆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的成功，你看成这个样子了，那会对美国产生压力，所以这是结构性对抗，经济面、金融面、科技面、人才面，还有军事面太多了，这种没办法一下子1时2刻能够搞定，这是很困难的。好，再来就请彬哥来看看车市的好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一直以为都在酸人家你们中国才会打什么价格战，现在是价格战打来打去，讲的其实在讲特斯拉，已经倒过来了啊。因为广汽为什么突然有这种底气讲，就是因为它的销售业绩现在已经胜过特斯拉，它已经跑到第2名，然后特斯拉被它压到第3呢。那问题是，人家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它靠的不是价格，不是因为它价格特别便宜，而是因为它有真材实料，然后会受到消费者的选择，所以。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有好几百家车商，那现在正在面临整个重新洗牌当中，估计大概再过3-5年可能会减缓到只剩几家，你知道吗？他们自己预估这样，因为这个市场会竞争的非常激烈、非常残酷。那这一些，你想想看，当这几百家被并到只剩几家的时候，那每一家的实力都是国际第一流的大汽车集团，那他就可以在全世界去做布局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正在走这一条路。那现在反过来说，在电动汽车这一块，美国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的厂商看起来是追不上。那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要怎么去扭转这个劣势局面呢？而最近呢，布林肯马上18号要访中了。上次访中的时候出现了热气球事件，让整个行程被延宕。而这一次出发之前，又有消息出来了，会不会影响这次的访问呢？这一次是说匿名由美国官员证实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古巴进行间谍活动，而且要建立一个窃听站哦。这个时间点是从6月7号下午，当布林肯从路透社这里消息出来说他要访中，接下来隔天就有这个《华盛顿邮报》说中国啊在古巴设的窃听站展现雄心，就把中美的交锋推到了美国家门口。那么不具名的白宫官员说，就在中国佛州南方160公里很近哦的古巴要建置电子窃听设施，让人回想起古巴飞弹危机。到了当天晚上，立刻美中古巴三方的官员全部都否认了，包括了古巴的副外长科西奥说，我读过那篇报道了，报道不正确。那么五角大厦发言人派特也说，我们并不知道中国跟古巴之间有发展任何类型的间谍战。那么甚至这个也有说诽谤，对不起，刚刚是 Kobe 所说的那个古巴的副外长科西奥是说诽谤是美国官员捏造的哦。汪文斌发言人甚至直接讲这个是美国惯用的造谣伎俩哦。所以当路透社、美联社美国官员都证实要布林肯访中的时候，马上就出现这个消息要被监控，共和党要选举的人立刻就拿来做文章啊！他说：“哇，这个是参议员华纳跟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联合声明说，报道让我们非常的不安哦。美国的立场应该要清楚的表达呀，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在距离佛州跟美国这么近的地方建立任何的情报设施。虽然大家官方都否认，但这个消息还在发酵当中咯。那么这一次显然不像热气球一样哈，就因此反应那么强烈，也就停止了访问。但白宫正式的发了声明哦，他说美国这个《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叙述情况跟美国政府了解的不一样，所以恐怕就是怕气球事件重演，赶快甩锅。怎么说呢？他就说其实北京在2019就完善了古巴的情报收集站，拜登政府只是继承了这种情况，意思就是说都是川普干的啦川普时代就发生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现在被提起，顶多也是在川普时代而已所以当拉丁美洲的国家跟美国的关系，后院这里有很多的议题，也就亲中抗美了吗？有这样的发展吗？洪都拉斯，我们过去的友邦跟我们断交之后，到了总统卡斯楚到中国访问第2天，除了参观华为研发中心也申请了金砖银行的会员要加入，今天将会见习近平，所以上海地建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讲，当然是诚意给满，钱也给满，那会不会过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把过去的例子拿来比一比，这个是在1月9号曾经有过的一个新闻，是有位美国的资深情报员居然因为呢，这位美国籍的女子本来是担任美国的情报分析师的，却因为长期看到美国政府对于这些古巴啦或者是拉丁美洲国家在情报上面的各种监控感到反感所以决定让许多的战争犯跟屠杀要终止跟古巴情报单位合作，所以常年他合作了非常多年，从1984一直到2001年才被美国逮捕，等于这个反间谍的概念，这个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经不是新鲜事。所以川普呢，现在处境当然如何，有没有办法真的参与总统大选？现在37件的案子被起诉，那么最新曝光的画面是他在厕所里堆满了各种机密文件，这个画面上看起来很好笑，这居然是就在马桶旁边堆着这些纸盒子，这很潮湿吧他卸任之后，检方说把所有的密件放在这个寓所的预测之内，还拿来跟宾客炫耀，而这内容包括了有美国要遭军事攻击时弱点是什么，美国的核武计划是什么？甚至起诉书里面指控的有31件不当的持有国防机密，还有各种司法妨害的案件都在其中那么当然，川普就非常的愤怒，他直接批评是一个把司法单位当成工具，也说这个检察官是笑就用英文骂他了当然也说所有的这个指控通通都是不实的指控。那么如果真的这些案件整个加起来的犯刑，可能会最高判到8年的监禁刑期
川普也说永不屈服，也不会退选，显然他要选到底哦。当然，最新的川普的这个遭起诉的消息引起了全球被形容是有很多愤怒吗？因为对于起诉川普的反应，大部分其他国家认为都是阴谋论比较多，或者是对美国衰落的不祥的预测。这些丑闻呢，反而对于川普本身的检验少一点，更反映的是美国在内部的这种各种政党里头的选举策略吗？甚至也让这个其他国家感觉不安心哦。委员怎么看？从马上布林肯就要访中了，这却传出来又有什么古巴的间谍设施？美国政府内部有2派的人马，一派呢是反中要一路反到底，有一派呢是认为适当时机、适当的议题应该可以和中，就是跟中国合作、和平往来。现在拜登政府呢，为什么急着要找什么这个布林肯去访问？就是反映了和中的一个说法，例如叶伦啊这些，叶伦也会哈。可是就是有人想要破坏这个路线，所以不断有所谓的匿名官员呢，就跟《华尔街日报》咬耳朵，呀，有什么事情，跟上一次的间谍气球一模一样啊。小事情要把它搞大一点，让这个布林肯不能去，让和中路线不能够进行。所以对这个事情啊，中国就用冷却的策略，你反中也好，你和中也好，你美国人先冷静下来再说，我们先不用谈事情。就隔了一段时间了以后，现在布林肯要再去了，然后这些反中的阴谋论又来了，谈说，哎呀，你看这个中国哈跟古巴合作啊，用很高档的电子设施啊，在窃听美国，这个想的实在很好笑。中国否认，白宫否认。国防部否认，美国的国安会统统否认。那确实有人跳出来，就共和党跳出来了。那些共和党那个说要卖步枪到台湾的那一位印度裔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现在力争上游，想要争取曝光。虽然这个人学历、经历也都不差，可是讲起话来都像一个好像失智老人一样的一个年轻人哦。那这个什么卢比欧啦，那就更不用讲了。这个人是反中派的大将哈，有个风吹草动就会跳出来把这个阴谋论给扩大。不过讲得很好笑啦，他说美国无法容忍中国在美国100海里里面进行任何电子情报设施。那请问你，美国有没有在中国沿岸100海里内做这相同的工作啊？多的是啊，台湾沿海就装了很多啊，而且不止如此啊。这样还不够，还不断要有侦察机啊、侦察船啊，经过这个中国大陆的沿海。换句话说，就美国这些人立场是，中国大陆不可以，但是美国可以哈。那就看看布林肯他们怎么处理啊，因为中国是觉得你来好，你不来无所谓啊，那就看你怎么处理自己的事情。倒是我觉得很遗憾呐哈，有美国的一个女性。总共17年替古巴那么当间谍哈，那间谍理由竟然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认为美国自己有很多在中南美洲的战争罪行。换句话说，他有那个更高的道德制高点来做这样的一个间谍。那美国不用反省吗？你们在中南美洲到底杀了多少人？还是坦白一点吧。洪都拉斯加入金砖国家银行，当然很快的就会从金砖国家的这个组织的开发银行呢。获得很多的这些建设的一个资助，那我们就祝福他洪都拉斯一切顺利。那川普把很多机密文件摆到厕所，我真的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难道他还觉得在上厕所需要看点机密文件吗？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人还会可能当选下任美国总统所以美国人要戴好安全带注意一下。真的很像喜剧的画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在厕所里马桶旁边摆满了机密文件，教授，所以在美国自己内部就很各种派系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访中的意义又是什么？当然这是拜登政府一直想要努力的一件事情了啊。那但是这一次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古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窃听战的这个事情。那首先我们当然要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在古巴。如果说真的有这些窃听设备，因为现在白宫的说法是说，没有这个窃听站啊。然后他后来又补充说，2019年开始，大陆就在这个古巴发展了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情报收集的能力他就说没有窃听站，但是没有电子窃听站，但是有所谓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那为什么是在古巴？当然，古巴跟大陆的关系很密切，大家都知道。不过，佛罗里达
主要是古巴收集对象的这个佛罗里达，它有3个美国军方的指挥部，一个是中央指挥部，一个是南方指挥部，另外一个是特种作战指挥部。那中央指挥部是负责中亚跟这个中东地区的那么南方指挥部是负责中南美洲的，那么特种作战指挥部就是比如像美国的反恐战争啦，甚至美国介入伊拉克、介入叙利亚啊，或者是这个在中东的这些战争，包括1989年他介入这个巴拿马的内战，就派军队到巴拿马去逮捕他的总统。所以佛罗里达州对于美国军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看大陆的一些自媒体对于布林肯访问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提。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大陆内部对于布林肯要去也有很多的杂音啊。那很显然就是，当然我的猜测就认为说是一定是北京方面给了这些自媒体的一些这个压力，就是说，大家现在暂时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你把这个气氛搞坏了，甚至现在又出现美国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新闻，那到时候大家气氛很僵，这个双方的沟通就没有办法如期的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大陆也好，美国也好，对于双方要展开沟通都有蛮强大的一个阻力哦。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双方都很有意愿要开启这个对话。但是我觉得反过来看我们的蔡政府，你看要有人国民党要去海峡论坛，他说统战；地方政府要去海峡论坛，他说不乐见，然后还说告诉你说对岸已经有这个所谓反间谍法，随时去可能会被抓哦，你们不要随便去啊。然后呢，马英九要请陆生来，你也说不行，说这里头都是党委书记挑选的学生，所以如果你说蔡政府要健康有序的交流，如果你说蔡政府希望跟北京也希望展开一个对话，我看只是笑话吧。小舰长怎么看当然，这次访问中国对美国来讲，第一时间官方释放的消息就是要建立国防沟通管道。那现在第一个国安，就说有情报上的疑虑。美国对于中国是不是有在古巴建立这个电子窃听站有这么样多的想法那我们先问一下，美国你在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的海外基地呢？那根据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资料显示美国在全世界的45个国家，它分别有大、中、小这些基地，大的有148个基地，中的112个。那个小的3716个基地，还有其他的没有列入大小的，一共是799个。你有这么多的基地，加起来是4775个，你好意思讲别人？那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离我们最近的日本，它到底是有多少个基地？121个。它在韩国有83个。好，那接下来我问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古巴之于美国，想想台湾之于中国，在台湾的阳明山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美国国家安全署根据日辉计划所建构的一个截听站呢？有没有？而这个截听站，我提一个问题，我是问题不是答案也就是这个是2003年8月15号，这是美国之音的新闻不是其他乱七八糟的新闻他讲法轮功干扰了那个央视，然后插播法轮功的画面。这一个地方到底是从哪里来干扰卫星的？卫星干扰不是360度都能干扰也就是最接近卫星波束的地方才能够干扰。跟我们台湾有没有关系？跟我刚刚所讲到的阳明山的这个梅园有没有关系？是你之所以讲到这个古巴，是因为你忘记了你在台湾的梅园，还是害怕想起来原来你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你才这么担心中国做这件事情？这就像刚刚蔡英文的那一个，你只要没有加密的电磁波打开来，
大家都听得到。情报战无所不在嘛。再来看看所谓的抗中联盟，美国要访中，那当然气氛要先弄缓和一点。但抗中联盟在于美国的盟友方面的态度又是如何？加拿大的这个总理杜鲁道最近有一个最新突然出现的行为是，突然出现在了乌克兰，而且直接跟泽伦斯基站在一起，宣布要出手帮忙哦，继续给他5亿加元，大概是115亿台币的军援，而且呢会协助训练乌克兰军队，再送去乌克兰一架从去年2月滞留在加拿大至今的俄罗斯货机，就直接送给泽伦斯基。但是呢，这样子的画面却引起了很多国内的反弹。为什么？因为他们国内正在面临加拿大野火烧不完啊，这个烟雾飘到欧洲去，所有空气品质都差到爆炸的情况也就算了，对于当地的生态更是产生了甚至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呢，加拿大森林火灾中心的通报，目前整个已经出现2392处这么多的野火，烧毁掉的面积有440万公顷的林地，是过去每年平均的15倍的时候，他们的总理居然这个时候却跑到了乌克兰去，给予泽伦斯基温暖，给予他这个协助，甚至是经费补助。泽伦斯基当然还面对了这个还蛮有新闻时事性，知道这个事情，还特别跟媒体说，如果加拿大需要这一类的国际援助，乌克兰还愿意帮忙灭火呢。连乌克兰都说要帮忙，加拿大网友的这个反应就很激烈了。他说，就在乌克兰就在加拿大不断东部、西部都发生森林大火的时候，杜鲁道逃去乌克兰呐，他给他们5亿啦，所以正在协寻杜鲁道。那么这5亿元对于扑灭森林大火应该有帮助，就不用泽伦斯基出马来帮啦哦。所以讽刺漫画酸不完，就是跑来跑去不管大火。而抗中计划在加拿大呢，因为当时宣布过，中国干预选举啦，大喊这个影响了选情等等，所以成立的这个小组，加拿大前总督小组就是来调查中国干预选举的事件专案小组。结果现在居然他就突然辞职了，他说他的工作弥漫着浓厚的党派气息，产生反效果，所以要辞职。是查不下去了呢，还是发生了所谓的反效果是什么呢？那就有待耐人寻味了。抗中联盟当然还有想要加入印度，结果美国邀请印度加入北约 Plus， 直接他就拒绝了。还有最大的空中规模的空中军演，北约要举行，就在德国，德国民众直接抗议的，因为他们现在反战的声量非常的高。那么当然也还有。反战声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画面这个就是民众在德国上街去抗议的画面。他们就认为北约12号、23号在德国要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空军军演啊，这300名民众聚集在汉诺威的空军基地来高喊和平，他们并不支持继续有这样子的德国的外交行动来解决冲突。他们认为解决冲突要用和平的手段，不是军备竞赛，这个是德国民意的反应。好吧，那么澳洲呢，当然是美国最骂级的好朋友咯，他们所以跟美国寻求他们需要核潜舰的协助，结果目前美方给的是什么呢？被说是2手潜舰给他，第3艘才是全新打造的潜舰，要慢慢等啊。前2艘反正2手货你要用就先给你用吧委员怎么看呢？最近当然从加拿大到整个抗中联盟都产生了一些不管是松动或是国内有很多的困难发生对美国来讲，在这个领导的权威上也受到了挑战啊。泽连斯基是当今世界上最火红的政治巨星，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能够跟他沾点边的话，对他在国内的选举都很有帮助。杜鲁道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趁着现在乌克兰正在发动所谓的夏季反攻，那当然反攻过程目前为止看起来不太顺利。这个时候这个杜鲁道跑去赞助5亿加元给这个泽连斯基乌克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的交易时间点刚好。但是我替他提心吊胆的是，他要把扣留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什么货机也要转交给乌克兰。能不能转交到乌克兰手上？这是第一个存疑。第二个存疑是，如果你有这样做法跟这样想法的话，以后所有的加拿大的班机都可能被俄罗斯合法的拦截，不只会被拦截，那更重要的，所有的加拿大在海洋上的船舰也都可能被俄罗斯合法的拦截，而且俄罗斯要拦截加拿大的飞机跟船舰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所有的加拿大的公民们，如果你们要搭自己加拿大的船舰跟飞机，以后可能要自求多福
加拿大现在野火烧得很凶，那个野火的烧法不是我们东亚人能够体会的哈，它已经造成地球很严重的灾难。也许杜鲁道想一想说，反正我也没有能力处理嘛，我就做别的东西，用别的新闻来掩盖这个新闻。这个在欧洲的、美国的政治人常常用的一个习惯哈。所谓的印度哈，印度何等的聪明啊！加入北约有没有想错啊？美国国务院说叫他加入北约，他想一想，加入北约不一定是跟中国有关哦。第一个得罪的是俄罗斯，印度跟俄罗斯什么关系啊？我想这些欧美国家可能都没有想一想，北约本来就是要对抗俄罗斯的军事联盟嘛，军事的组织嘛。那你现在要一个跟俄罗斯关系很好的，那你要给什么东西给他？如果没有足够的礼物的话，我想你想这个最会打算盘的印度总理莫迪怎么可能答应呢？所以二话不说，他的外长就出来讲，印度希望跟中国维持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未必啦，但是不想得罪俄罗斯，可能是他们更重要的考虑啦。因为美方说法说，北约可以帮助你拒绝中国的入侵啊，因为知道边境有一些纠纷。大家心知肚明，北约能够帮印度什么忙？那笑话一场嘛，哈！不要说这个印度哈，本身啊，就是美国或者欧洲、英国的任何军队，找不到几支军队能够在喜拉玛雅山区打战争的嘛。所以这种笑话就少说，不行。问我们舰长哈，这种专业的军队哈，在那个地方哈，这个中印两国的争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地方啦哈，两方面都已经讲好说，以后我们如果冲突，我们用回到新石器时代的方式来打仗，连冷兵器时代都不是，只能拿石头跟狼牙棒，这好像我们是应该是8000年前老祖宗的打仗的方式，所以北约是想要用方式在勾引这个印度参加，印度才不傻来，你要不要把家当通通给印度？印度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哈。北约因为要做这种所谓的空中军演。那有德国民众抗议，这个抗议当然有新闻性，不过意义不大了，因为人数规模不多，而且在北约在这个德国境内哈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力量，何况他们这个德国的国会啊，亲美的这个人士大概会超过一半哈，不管是绿党啦或者什么这个德国的那个什么这个党那个党，很多都是亲美的政党，那亲美的政党啊，已经亲到这种程度里面啊。有少数反对派的哈，那也不用特别的讶异。我倒是比较纳闷的，就是说加拿大的前总督啊，他负责要调查到底中国有没有任何人去威胁到他们加拿大的那一位奇奇怪怪的众议员。这个众议员啊，是爸爸是香港人，他本人是在加拿大出生的。然后他指称说，中国有人威胁他在香港的亲戚，叫他不要反中。全世界反中的议员太多了，只不差你这一咖。而且他这个人哦，全家剩下在香港的亲戚哦，大概1表3千里了啊。这个因为他影响有限，不是他家的兄弟姐妹都在加拿大嘛，而且他的母亲是英国人，所以他是中英混血儿哈。所以为了要冒出头来打反中牌哈，然后以免人家说你有中国血统很亲中哈，所以玩这种游戏。民主政治最大的问题啊，不是在自由民主人权，最大的问题就是会选出一大堆神经病的政客当家。那这个我们已经看很多了，就不用再重复了哈。但的确调查结果也就不了了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俄乌战争的和平，我们大家还看不到尽头。但是呢，现在是不是要反攻？那么乌克兰无论如何迎来了新的一笔支援，是来自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特别飞到现场去，要加码给他5亿加币哦，让他可以有一些军备装备，可以继续再增添柴火。教授怎么看呢？其实这一段话里头，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泽伦斯基居然跟那个杜鲁道说，其实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投入协助加拿大扑灭这个他的森林大火。那我心想，那这个乌克兰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到底它有什么特殊的长才？说不定因为战争的关系，乌克兰的这个救火员啊，就是消防员呢，可能有特别有经验，也许可以帮点忙。这个我不知道了，因为他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不过为什么杜鲁道会去？其实这次杜鲁道不只是他去哦，他连他的副总理都一起带去了，就正副总理2个人一起去访问一个国家，你就可以想象他给予他多高程度的重视啊。那这个当然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加拿大本身有大概140万的乌克兰人，就已经取得加拿大公民的140万乌克兰人，然后还有大概将近20万的乌克兰难民。所以乌克兰议题在加拿大是一个跨党派的议题，大家都很关心，都很重视，因为他国内就有这么多人嘛。那所以这个当然对他的声望什么是有帮助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最近加拿大又爆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安全情报局，他被他的这个媒体揭露，就是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一直在监控一个。在叫做万景市，是在这个安大略省的一个万景市的副市长，他是一个华人，说一直在监控他，他是中国大陆非常倚重的一个在对加拿大介入加拿大选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这个市长就去控告这个媒体以及这个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局，认为他们不当泄露了这个机密的文件，所以这个大概就变成是加拿大现在就杜鲁道要面临到的一个蛮大的一个丑闻吧。当然不一定是丑闻，因为毕竟还要再有事实的查证。但最起码来讲，这对于所谓应该讲究所谓的保守机密的这个安全单位来讲，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质疑，一个打击。所以说他现在去访问，就有这样一个效果，可以移转大家的注意力嘛。不过整体来讲，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上大概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也等于是解决美国的一个难题啊。因为美国现在共和党就一直说你要降低预算啊，你要降低这个政府支出啊。那乌克兰的这个支票谁来兑现呢？那当然就只有靠加拿大了。所以他还是有跟美国的这个联盟关系在，他对乌克兰的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就是拜登行有余力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行无余力，所以就让加拿大来帮他做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们在看到北约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印度呢，莫迪在访问美国之后，立刻呢就被美国建议要不要加入北约 Plus， 结果想不到外长立刻拒绝了。何舰长，事实上来讲啊，那个莫迪他是政治精算师啊，他非常清楚加入北约 Plus 之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他自己不站出来，他请他的外交部长出来拒绝啊。那我们这么说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很哈了，那个国家就是日本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他日前呢，他出来澄清说，日本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但是他承认啊，要在要开设所谓的北约联络处啊，真的是加入了北约就能处理东亚的问题吗？对不起，我们看一下北约的相关的条约内容啊，它的第4条，它讲到只有欧洲或北美，不是全世界适用啊。然后他讲说，这个应视为那个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也就是对单一一国，对那个如果遭受到攻击，其他国家可以使用我们讲的集体自卫权，这个在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里面也有提到。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但是啊，这里已经限缩了，就是欧洲或北美，而且讲得更清楚，就是在那个你说，他的那个舰艇通过台湾海峡嘞，不在内。他这里有讲到说，任何其他地区或那个地中海上北回归线以北的北大西洋地区才算啊。所以，我们台湾到底对于这个北约的船经过台湾海峡，不知道在开心什么。的确，在这个很尴尬的情境里头。